觉得买二手币真的都是傻子，可能是没有被教育过，或者是说没有吃过亏。这里是比利，你也可以搜关家，也可以调戏公司，也可以行走的猫薄荷。今天呢是我避震器职业病的第2集哦。第1集呢左上角哦，自己看一下哦。那一集有稍微提到为什么不要买二手避震，跟避震器能不能修理。今天呢深深的来挖掘一下。今天呢，社会观察家、调系工程师要教你怎么样选购二手避震。二手避震怎么选？选都不要选，不要买就对了。为什么呢？你不要觉得你可以在一堆垃圾当中呢找到宝物，没有，都是垃圾。一般人哦，你可以买到二手避震大概就3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去沙漏厂；第二个呢，可能是个人卖家；第3种呢，就是一些专门在收二手避震出来卖的人。那这3种里面，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一般来说，会买二手避震的话，是想要买便宜的改装避震，因为原厂的东西本来就很便宜了嘛，不太可能会是需要再去买这个东西。先讲第一个前提，就是避震器，车子的避震器它是消耗品，就是时间到了就该换了。哦，车厂会告诉你，大概建议8万公里就要更换。那每2万呢，就要检查一下周边的配件跟本体有没有漏油。所以，既然是消耗品，那就表示说，这个产品呢，它会随着使用的年限，它的性能是逐步下降的。那这个下降的时间呢，跟你装了多久，或者是使用了多少里程，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哦，因为你会牵扯到非常多的，例如说驾驶习惯，或者是道路品质，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避震器的使用寿命。第一种途径呢，就是如果说你要去沙漏厂买这个东西的话，车子要开到报废，大概都多少公里啊？说去沙漏厂买这个东西，我觉得比例应该很小了。最主要的可能都是来自于后续的2点哦。第一个可能是自己个人拿出来卖的，第二个是专门有人就是收了一堆废气或者是什么样，反正坏掉的又出来卖的。这2个就是在个人卖家跟整理出来的卖中间要怎么选，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选的，因为就是烂跟很烂，或者是很烂、超级烂之间的选择而已，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避震器本来就是一个水很深的一个零件啊，我只能这样讲啊。好，我们第一个先讲个人卖家的部分。个人卖家呢，一组好避震器为什么要拆下来？如果它没有漏油、没有声音，单纯是因为换车吗？好，随便这个都有可能。那我上一次的时候，那一部里面有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如果说非常的新，装1天而已，而且是正确安装，你只要能确定这组避震器是正确安装，那你可以买，这个才叫捡到宝。但是多数的时候呢，你是不知道人家怎么安装的。避震器安装呢，你说它难不难？其实很简单，但是它有没有专用工具？其实有专用工具。你只要看到你的避震器上面有这些问题，例如说它的 piston roll 就是活塞杆有被夹过，人家可能是用虎钳夹，因为它没有专用工具。在安装上座的时候，它并不是用手锁，它可能就直接很快速的就用气动工具哒哒哒打下去。OK， 我跟你讲，这个避震器的油封就是那个油封是会受伤的。那一旦受伤之后，早晚都会漏油。那你都连这种安装的问题你都不能确认了，你为什么要去买一组可能被不当安装的避震器？第3种呢，就是专门收这种二手或者是已经是人家就是不要废弃的，然后又整理出来卖的，这种玩法是最多的，而且也是最坑人的哦。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我不敢说一定有人这样做，但是你要是了解说这些设计的逻辑之后，它就是完全可以这样玩的。案例1啊，假设今天呢我去收了20组例如说 BMW F30 的，我有同样20组 F30 的改装避震器。如果是说 High Low Key 统声可调这种，那通常呢它的差别呢就是在外工件不同而已。那你想我这20组，我可不可以拼拼凑凑把品相比较好的就凑成一组，就是把它卖出去了？这是第1种可能性。第2种可能性呢，假设说我现在有20组不同车型的，我如果要把它组成一组，这种统声其实应该外工件，我不敢说每一组都这样，但是这种拼拼凑凑有很大的概率是可以让它凑成一组的。所以你有可能会买到什么？例如说你今天买 F30 的，你会不会其实前面是 VW， 后面是 Toyota， 然后
某个部件上是来自于 Honda， 真的不好说，非常有可能。因为它的理念的通用性非常的大。上面呢这2个案例呢，就是这种 high low key 的，它桶身可调的，它外弓件换来换去，中间那只芯子它去变化就好了。所以你也有可能会买到什么，就是3根阻尼力相同，然后1根不一样，或者是它的外弓件尺寸就不一样了，活塞感的粗细就不一样了。不敢说一定，但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可以这样玩。第3种可能性，进口的，例如说它是靠托盘来调整弹簧高的 high low key 好了，它桶身是不可调的。那这种呢，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有去细细的了解过德国避震器他们的料号的话，例如说 Houston 来说好了，它的料号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你有没有可能PQ46、PQ35这种 VW Golf， 然后 Passat 他们在用的东西，然后被混为一谈，这也几率也是有可能有的。因为我觉得不会去那么认真的去研究每一支产品上的料号是用在什么车型上的，所以你也有可能会买到联合国或者是混种、混血儿，这个也是都有可能的。所以呢，综合以上的种种可能性，我是完全不会推荐认识我的人或者是我的朋友去购买2手避震器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消费体验。你买全新的避震器，比较好的经销商，你会有完整的服务，然后比较好的店家，你可以有完整的规范性的安装，不会导致你避震器损坏。那如果说你去买2手的，就是你确实可能很便宜啦，但是你省这些钱，你也省不到哪里去。你有可能花了70%的钱，然后呢买到50%的避震器的性能。我当然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买到便宜的避震器用起来也不错，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啊，你花这个钱，你要是觉得值得就值得，但是你不知道这一组避震器在原厂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它应该有的性能表现是怎么样，然后给人家好好安装的时候，好好调教过、设定过之后，它出来的感觉应该是怎么样？你没有比较过嘛？所以我觉得有些人觉得说用很便宜的钱买到避震器，然后还很爽，其实真的蛮傻的。以上呢，这就是我的结论。这一次呢，我要改一下我的结尾，不是说认同我观点的，请按个赞或分享给朋友。因为呢，我觉得呢，我这次讲的话呢，一定会有很多人不认同，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毕竟呢，这是我职业病在被摧残了那么久之后，我得出的结论。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是以生产方的思考角度来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不会建议我的朋友去买2手避震器，就这么简单。好了，我是 B，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